法，我们来看看韩国的例子啊。韩国现在政治上面有一个这个国会通过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议哦，建议总理要撤职，并且拘捕最大的在野党党魁，就是正在绝食的李在明，他也送医了哦。可以看到韩国的这个执政党或者是他的国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会议或是表决哦，其实震惊全球，而包括这个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共同民主党嘛，党魁是他李在明嘛，那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议员，他们就集体辞职哦，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很过分，你是在压迫在野党的监督。而另外呢，日本跟南韩现在看起来放下了世仇哦，放下过去的仇恨，合作无间哦，变成中日韩铁三角了吗？哦，中日韩三角哦，这个有一个三角的一个这个对抗。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日本跟南韩难道尽释前嫌吗？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日本跟南韩中间有很多历史的纠葛哦，跟一些舆论上面的一个刺激哦，舆论上面的一些这个反弹。那现在尹锡悦因为他的领导力呀、必须讲哦，他现在非常靠近美国，也非常靠近日本，所以这也是日韩关系升温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尹锡悦的关系啊，让日本跟南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麻吉，越来越好。可是中间的隐忧是什么？日本担心，如果换了总统，这样的气势哦，这样的趋势还能够再延续下去吗？我们看看日本首相岸田。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反对排核废水这件事情，并且禁止了日本的水质产各种的水产品进去中国大陆。那这个态度呢，日本人希望可以全面沟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放弃像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看到日本呢，对中国食品出口额暴跌了41%，那当然，因为我就是抵制你嘛，不让你进口嘛，所以暴跌了41%。这个对日本的食品厂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农产品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哦。这也是近12年来最大的跌幅。我们看看美国驻日大使啊，这一位先生叫易曼纽，最近呢，他一个有人说他很糟奸，有人说他是大炮，也有人说他是暴走哦。他常常呢发文在 Twitter 上，就是现在的 X 上面，不断的批评习近平因为他是外交官嘛，这样做法其实很奇怪那这样的言论可能会破坏拜登政府现在正在修补中的中国紧张关系的努力甚至会影响到拜习会，因为美国还是期待有拜习会。这一次在纽约登场的联合国演说，拜登的演说没有提到俄罗斯，也没有提到中国一般的评论啊，卫报就讲说这不是巧合，这是故意的。这个是安排的，因为他不想得罪中国大陆这个可能是这个背后的原因。而另外我们看到华为的 Mate 60现在卖得很好，那这个供应链就说华为9月中渴望拿下中国的手机市场的占率的第1名。现在目前为止呢，看到华为的销售大概是第2名到目前为止第36周。可是未来如果它供应链可以接得上，也就是说它的这些晶片可以接得上去的话，有可能会变成中国大陆销售最好的手机这个是华为的这个股东这个华为的常务董事余承东他就讲了一句粗话，他说等到 TMD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嘛晶片生产的问题解决之后，将来就可以重返江湖，一定是一个革命性具有爆发力的产品，融合了所谓民族情绪的华为必须讲在中国大陆得到全面的超支持。而另外任正非最近因为他华为的产品爆红嘛，任正非自己也常常上媒体，甚至他过去的一些说法也都被挖出来了。任正非说，面对美国的打压，华为会越困难也越兴盛。他讲，美国的先进文化还是要学习，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美国。面对美国制裁与打压，华为会越来越困难，可是也会越来越兴盛。我们看看高通高通最近在两岸都在裁员大规模的裁员，那是因为什么呢？有分析师就讲，这是受到华为晶片回归的冲击。因为大家知道华为的5G麒麟晶片
现在开始呢在用了，在回归了，所以呢预计高通在2024年会完全失去华为的订单。大家知道过去高通啊，它光是中国大陆的市场就占了它的营收的60%左右，这是2022年的数据。而另外大家都在讲华为有一些科技是黑科技就是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很厉害的科技，包括它的手机可以打卫星电话那我们看到这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传说中的这个黑科技到底怎么用未来是不是可以在战场上面使用呢？这个吕教授就讲了，卫星电话通话最重要的用途是军用，一旦打起仗来因为高轨道的卫星它覆盖的面积广，战场上面不见得有5G大家看看乌克兰的例子，也不一定有星链接收器，但是有华为可能整个战场的格局或是情势就会被逆转过来。而另外我们看看呢，华为卫星通话手机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事情。那幕后的工程有人说是东方红协同，包括在汶川地震时候催生的天通1号它的协同源自于东方红，3颗卫星就可以覆盖全球。那华为有一个新的科技那当然全世界大家都在看。来请教永明老师，韩国这个情况现在他们的国内非常的混乱。李在明已经抗议绝食，现在在医院，但已经抗议绝食超过20天。他的第19天的时候被送医，他同时也面临到来自于就是检察单位的发这个搜索票要逮捕他。然后呢，国会的进行表决。各位，李在明所在的反对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的国会是多数有168席。现在的尹锡悦的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只有111席。结果呢，这个反对党针对李在明因为被指控在做城南市长里的时候的一些可能被质疑有这个贪污的情况，所以呢开放投票，结果跑票32票，因此呢结果就同意国会同意，那可以去逮捕就是李在明。是他正在绝食。为什么绝食？为了尹锡悦不针对日本的核废水做任何的这个反对的措施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他会不会被逮捕那会不会持续的这个绝食？那现在变成一个大家在观察到底尹锡悦要怎么去做。但是尹锡悦现在也是非常的糟糕，这个人完全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他完全任用他的亲信，把他过去一直是在检察系统所认识这个他的学生、他的同事，通通在不同的职位，不只是检察或法务方面的这个职位那被批评就是任用这个亲信而且扩大他的这个权利。那现在呢，针对日本的东西，他上次说他到就是这个美国去跟岸田合照，说我能够跟岸田首相一起合照，非常的荣幸。他得到了叫做甘乃迪勇气奖也就是说鼓励他有勇气在面对中国的这个打压的时候呢，跟日本、美国一起举行大卫营的就是这个会议。哇，他完全走这一套，而且他还针对20世纪初的一个抗日的民族英雄，那个时候呢，他的前任文在寅做了一个雕像放在龙山基地部校前面，只是个半身的雕像。他说把它移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后来在1920年的时候加入苏联共产党，那是列宁的苏联共产党。因为什么？现在的金正恩跟这个普丁见面，你就不了解中间的逻辑所以他反共可以到这种程度，把自己的抗日民族英雄的雕像给移走。我觉得其实他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问题。那接下来马上你就碰到日本这个核污水的排放我觉得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已经有日本的农民的这个 NGO 调查福岛的土地含有铯，你知道吗？不只是氚、铯，然后呢铯、碳14 62种不同的都可能会在排放的核污水。只要有一天哪一条鱼、哪一条船，然后认定这个出现了问题，韩国马上就会改变。那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出往中国或韩国这些水产品甚至是这些农产品都会受到持续的影响。
岸田呢，真的要改变这个政策。是，来，我们请教这个舰长，舰长怎么看这些问题？包括华为的黑科技，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我们上一段讲啊，小舰长早就说了，绝对不是开玩笑。华为的这一个卫星功能呢，我在一开始，这个也就是我们国内有几位那个资深媒体人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卫星功能非常可怕。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华为用的是天通1号卫星，它的高度就是在同步轨道上面，然后非常的高啊，那大概就是35786公里，不是公尺啊，是公里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星链，大家觉得哇，星链好棒棒啊，就是马斯克的那个星链，它的高度呢，大概就是不超过2000公里。那这样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星链你要布放非常多的数量，因为它放在低轨道，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它会从天空飞过。可是同步轨道上的是不动的，那也就是它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可靠度高。那我们这样子讲啊，现在星链的做法，它其实就是透过星链传递了之后呢，它将资料给无人机，无人机发现了那个坦克之后，再由其他的无人机进行投弹。那有人说，小舰长，你说了就算吗？当然不是，孤证不立，也就是你单独一个，你说天通1号的那个证据不足以支持，我们看看敌人的视角。哪一个敌人呢？美军，美国的兰德智库，他讲了，就是系统对抗与系统破坏战里面，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讲到系统，什么系统？绝对拿出资料给大家看，证明啊，商用通讯网，它早就整合在它的 Command and Control 里面，就是指挥管制系统里面。然后他这里还特别写了，他那个可以指挥无人飞行载具、无人水面载具，还记得吗？这个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所看到的无人机、无人船，它可以导控，甚至可以导控武器载台以及数位战士。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讲啊，就是这一个功能非常的重要。然后，而且当华为捅破天之后，这只是个开始。荣耀手机还有这个跟华为签订合约的小米，是不是未来也有这个能力？我们通通都要放在心上。台湾到底有几颗可以用的卫星？1颗。所以我们的无人机到底要怎么飞？只靠 UHF 频段，只靠 HF 频段够用吗？大家扪心自问一下。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部分。是，来请教董哥。大概3个礼拜前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中国大陆的公家机关不准用苹果，因为有泄密之疑，苹果的股票开始下跌。那时候很多人讲到底怎么办？终于上个礼拜有人问了中国大陆的外交单位，他们说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没有规定这样。那大家就是好像歇了一口气，但是其实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因为中国大陆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最厉害这个武器就是他们非常团结，你可以讲是一个民族主义。你越打压我，我越坚强。为什么？因为100年来中国受了欺辱，就是这些帝国主义的嘴脸。那美国那时候怎么打压华为？说华为，因为它有后门可以，所有消息都会被中国大陆给窃听。那窃听就是说用这个做理由来打压你嘛。那大家可以看到当然那时候华为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前面被打击的是中国大陆的中兴，所以那时候美国政府用这个来打压中国大陆，让中国很多人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嘴脸又回来了。那他们当然想全力去开发。大家记得华为从这个Mate60出来以后，那时候很多外电或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去分析。那时候讲话最大声就是高通啊。高通这里的负责人啊，在我们台湾，他叫凯西啊。他说依他所看华为所用的，我转述他原来的话，他说就是他们采用的是已经落后多年的旧技术。大家看今天高通在裁员，华为用的是
旧技术吗？不是，它已经很多大家所谓的黑科技。那它里面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很多人开始要采用它，表示它的支持嘛。那当然，它的科技本身就非常的高明，所以你今天看了发现前面所讲的，你那些制裁的话，让它更坚强，你们对它的看法，后来发现几乎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超脱了你们那些想法，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中国人有那种韧性，这个是那些老外所想象不到的。是我们来看看加拿大跟印度最近关系变得很糟，闹翻了哦。美国的拜登总统他到底要挺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这两国翻脸了。那是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锡克教的领袖，叫做尼贾尔。他是印度人，可是他住在加拿大，还有加拿大的公民哦。那据说他是领导锡克教独立运动的一个 leader 哦。那他在这个前一阵子在加拿大6月份的时候被人刺杀死亡了哦。杜鲁道加拿大的总理他就说这可能跟印度政府的特工有关系哦。言下之意是，你这印度政府有人派这个间谍来把他给刺死的哦。因为在这个加拿大这个尼贾尔被视为是一个人权的领袖，可是，在印度印度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想搞独立的人是要分裂印度的人，所以你看到印度媒体口径一致对这个加拿大一点点都不手软批评加拿大，甚至批评加拿大的总理骂得蛮难听的。我们来看看这个阿纳布怎么呛杜鲁道的。Trudeau is a very weak man. Weak, I mean politically. I'm not making any personal comment. That's up for the jury. But he's a weak man because he has a minority government. He has to pander to anyone who supports him, and he has the support of parties who are open supporters of terrorist groups. But violence cannot be restricted. Someone who uses force to kill people, carries out blasts, murders, Trudeau cannot guarantee that the same acts of violence will not happen, God forbid, on the streets of Canada tomorrow by these same groups who are blackmailing him politically, and he's giving in to them. Sardar R.P. Singh, and he's getting no support. The Britishers told him to take a walk. The Australians told him to take a walk. Globally, he's facing ridicule. He thinks he can take on India and get away with it. I think he's bitten off more than he can chew this time, R.P. Singh. 好久不见阿纳布他是这个印度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讲话就是非常的直接心直口快，所以他批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很糟糕。他说你是一个这个很不 OK 的一个总统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杜鲁道他跟莫迪其实在稍早9月9号、9月10号左右的 G20就已经有一点点两个人有一点点不和谐了。包括您看到，因为 G20 在印度举行嘛，所以甘地的献花仪式莫迪本来想要跟杜鲁道握手，可是杜鲁道故意避开，拉开距离，而且当天晚上杜鲁道没有出席峰会的招待晚宴。另外，杜鲁道的专机故障了，必须被迫在印度多待2天。可是他不要跟印度的政府进行任何的接触，所以你看杜鲁道摆出来的姿态就很强硬那印度当然他们也不吃这一套。你看到包括这个莫迪当面训斥杜鲁道，像这样子的画面有出来。还有前一年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当时杜鲁道也跑去跟习近平在 G20 的场边要说话，要寒暄可是被婉拒了甚至后来也被媒体整个这个对话都给揭露出来了。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包括锡克教的领袖这一位在加拿大遇刺。那到底这个加拿大跟印度的冲突会维持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对西方盟友来说挺尴尬的包括美国他就不知道到底要选哪一边，因为他们也不想跟印度交恶嘛。那五眼联盟第一时间也没有明确的说要支持加拿大。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方的战略布局很复杂，从这个两国的闹翻来看就知道有多么的复杂了。来，我们来请教永明老师。这里的关键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这位锡克教的这个教士领袖尼加尔他被暗杀，凶手被抓了。加拿大开始调查，到现在不公布报告。但是呢，杜鲁道
他还在8月份去了集团体，然后被羞辱一阵子，回来的时候他生气了，所以他个人说，他认为这个是印度政府的特务做的，而且就是那个在印度驻加拿大大使馆里面负责安全情报的外交官，所以他把他驱逐出境。印度当然报复，同样驱逐加拿大的安全外交官。是，同时呢，在昨天宣布加拿大是旅游警告。哦，我都不知道去加拿大比较危险，还是去印度比较危险。但这已经变成2个国家的外交冲突。是，这里面的关键其实是，如果你反对暴力，为什么你要派员到外国去暗杀别人呢？这一样是暴力。记不记得沙特阿拉伯沙特也是派人暗杀在土耳其领事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对，结果也引起沙特阿拉伯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冲突。拜登还骂王储说是个贱民。好，那当然现在又没事了。对，现在没事。对，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第一点，加拿大政府，请你公布你的报告，是因为你连总理都指控人家了，但你的报告为什么不敢讲出来？第二点，美国请你表态，英国请你表态，在这个议题上，你不要认为说，因为印度是有助于我们去钳制中国，而且在印太政治上是一个支柱。美国现在还要去跟印度做一个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呢，我都不知道那个走廊怎么搞的。但是呢，他为了这个东西，在这个议题上，我觉得加拿大现在面临这个很大的这个考验，是，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能够自己扛下来，你要把这个报告公布出来。那当然，你不支持说任何颠覆这个其他国家内部的这种独立运动造成暴力或者恐怖攻击，但是你也不接受人家国家的人员到你的领土来去暗杀人员嘛？为了这很清楚，你把它公布出来，你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你要表态，拜登你不要这个和稀泥。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舰长。那我们来看这张图，也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前置讲的这个印度、中东、欧洲走廊啊，这是印度的部分。那这个是沙烏地的部分。那接下来他们想要打通的是往那个地中海，然后可以到达意大利、到达德国，到达法国。是，但是这里面比起那个大陆的一带一路其实差很远。为什么？虽然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资讯说，他说可以比过苏伊士运河那个节省40%的时间，然后成本削减30%，可是它不是一路到底，它在中间先要做渡轮，然后到了之后再改成火车，然后到达了这个蓝色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然后他从以色列出海，再到达我们讲到欧洲的这些国家，有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了，以色列的安检非常可怕那进入以色列安检要多久？不知道，而且这里有其他的国家事实上它的铁路系统非常的陈旧，它要能够做性能提升呢，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里面还卡了一个，对不起，看一下图这里面卡了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叫做土耳其。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讲什么？没有经过土耳其，想都别想。为什么？因为他也要分食这样的一个经济成果。所以美国的一带一路看起来这个任务蛮艰巨的，是不太可能。来进一下广告。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各位朋友可以看其实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希望跟中国大陆有更和缓的关系，跟几年前不一样。那当然，美国的态度是很简单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前世好，大家好。另外是海军新疆舰前舰长吕礼诗，大家好。
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啊！今天在立法院，我们可以看到在野党的炮火也蛮猛烈的哦。他们在质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为了什么事情？为了当然是鸡蛋的风暴。而陈其仲他离开了，他哭了，他流泪了。观众朋友，您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下午的持续质询，在立法院，赖香伶他是民众党的啊，他质询这个院长说，我们国内的食安危机你到底管不管啊？超思这家公司大有问题呀，50万的资本额，进口5.6亿的蛋，出事情了，不用负责吗？哦，那我们看到陈建仁部长是讲说，超思这家公司有啦，他有公司的存款证明啦，16000万班呐，3900万本票，有财力。赖士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炮火猛烈。我们来看看他的质询。农业部为什么放心？没有制造日期的蛋，为什么可以给他进来？我跟委员报告哦，我们所有的每一批的入关以后。会经有效日期，但是没有制造日期，大概有10个 item。我现在因为莫名其妙，院长食安办公室监督不周啊。监督不周，政府难道都没有责任吗？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可能受损，政府一句话都不说吗？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有一些这个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意见领袖或者是网红，其实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蛮大的。我们来看看馆长他在直播的时候说出了部分人的心声，我们来听听看。我在食两个拢无靠，你是咧靠？啊！你这聊天室加食遐臭鸡蛋呢，拢无靠啊！你是咧，你咧靠啊！聊天室加唔爱，台湾人唔爱走去。好，陈其仲前部长可能是我们的内阁官员里头，在中华民国的内阁官员里头感情最多的、感情最丰沛的，因为他已经哭了不止一次哦。有人为他心疼，有人会说你哭什么？我们都没哭啊！哦，陈其仲的负面声量再创新高，一人毁一党吗？哦，一人毁全党吗？他辞职之后止血有没有用？我们先来看看呢，农业部跟陈其仲部长前部长他的网络负面声量。20天已经累积了29.7万则负面的报道跟声量，而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也是一样出现了57%的国人不满意陈其仲处理鸡蛋的表现，农民南部都不挺，而不分政党、不分年龄，也认为他表现得太差了。现在看起来是一尸三命吗？陈其仲才刚刚下台包括林聪贤也辞职了，可是现在农业部证实他要开砸一名官员，这个人叫张经纬，他是畜牧司司长他要被调到特生中心，因为他是负责这个专案的鸡蛋进口的这个案子嘛。那另外我们看看陈其仲请辞这个风波平息了吗？赖士葆说你这个是教唆杀人，没有罪吗？这个有没有可能触犯刑法呀？因为你叫厂商背负不实标示的法律责任，现在看起来都是厂商要被罚，厂商要被究责。那农业部跟畜产会该当何罪？你法律上杀人有罪，教唆杀人难道没有罪吗？我们来看看，包括内忧外患，我们内部食不安全食不安心，那外部呢？中共给的压力很大我们大家也很紧张。我们来看看邱国正，我们的国防部部长今天讲了。他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那国军的动态第一次提到有监控对岸中国大陆福建的大城湾我们看到国防部昨天公布了空军征召共军的运8反潜机照片，里头很罕见的，他点名监控共军的地面远火火箭军，还有福建大城湾附近的地面部队动态。今天早上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研判共军9月做联合军演，包含陆海空2栖陆航等等。不过邱部长说都在掌握中这是我们看到的外患的部分。而另外呢，中国大陆当然他在宣布这个很多的这个演习包括福建外海实弹演习，最近也要出现了。我们记得8月才刚刚军演完，你9月又来而台湾2023年的国防报告书里头也写了，
中国的航母福建舰啊，已经变成了焦点。如果跟2021年的报告书来比较看看呢，这中间有关中国军力威胁台湾的讨论篇幅已经增加了2倍哦，可见这个威胁是越来越激烈了。而中国海军计划在2025年服役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是我们台海防务的聚焦点哦。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第3艘的这个福建舰即将海试。那老共啊，现在除了硬体之外，它软体也要 upgrade 哦。你看到他找谁？硕士生来开舰载机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军事上面的讨论。路透社的报道就说，现在中共解放军急需提高人力素质，因为过去高中生就可以来过去，那现在呢，看到去年第一次他提高这个学历到24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那今年更提高到26岁以下的理工科的硕士毕业生所以对岸要把质跟量都提升起来，那是要来开这个舰载机吗？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目标是2035年那要为它日益扩大的航空母舰的载机队预做准备。而美国的动作是什么？据说美国正重启秘密水下间谍计划，要来对抗中国。我们来看看美中对峙，台湾呢？来，我们来请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陈吉仲的他这个风波其实还没有了今天行政院长去报告，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国人的疑惑你只要看今天几个新闻教育部长出来讲说我们的学校不会让学生吃这些混合蛋，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我对政府不信任，我是教育部对不对？那国防部长也出来讲，我们军中从来没有吃过混合蛋，他也在打脸政府。我就是我们部队来我们这边当兵吃的都是干干净净的，表示你政府提供的东西是不干净的，对不对？所以由这一些面向来看的话，其实有57%的人对于陈吉仲这么反感是其来有自的。那你看这一波其实你如果把最近的一些过程你把它整理出来的话，会发现这个政府其实让人家不敢恭维在哪里他们把一些蛋的冷藏期、健康的时间、安全期都把它延长那这个延长其实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替他开脱包括说因为他有包膜这些都让人家对政府的信任打了很大折扣。然后第二个呢，他发现这些东西好像过期了那怎么办？快过期了，赶快把它跟台湾的蛋混合在一块。所以第一个是延长，第二个是混合。那混合以后，他还去指示你们要把它标明是台湾本土的蛋，那这个就是洗产地了嘛。把它混合，那混合以后它就会到糕饼业、到小吃店，到很多夜市。那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不健康了。所以你看到他这些方方面面，那到底是为什么？你是要图利某些人嘛，对不对？所以看到了没有把国人的健康、安全把它放在心上，而且一一在掩护。那陈吉仲知不知道这个过程？知道嘛？你当部长的时候，你们在主导这一些，包括如何去收访、去延访、去让这些人进来。那这进来，你看到张经纬讲的就很清楚国内缺的蛋，并没有他们进口那个数量那么多，你们进口了大概有10几倍，200-300颗蛋，然后到最后变成进来的是这么多，那进来这么多，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而且最重要是你进来的时间日期都一样。这个我们鸡蛋有2句俗话了一句话就是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你怎么会同一个日期呢？日期一个进来的话，它时间就没有办法去调配它的长短嘛，对不对？那你今天看到这样，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想起鸡蛋另外一个俗话，就鸡蛋再密也有缝你今天这些缝出来的话，国人对你怎么信任呢？所以别以为陈吉仲辞了以后，有人负责下台了，没有，不是这样，因为你是整个结构大家都在包庇，结果现在这些蛋是不是还在流窜？那大家会不会再吃到不好的蛋？这就是政府该面对、该拿出来解决的嘛。是没有错。来，我们请教永明兄，
陈建仁行政院长今年的1月31号就任行政院长。这个蛋的问题，专案进口是从3月到7月，行政院说进口了1亿4千枚颗蛋，对，1.4亿啊，1.4亿。各位知道行政院有一个叫做食安汇报吗？是，我自己都参加过很多次。嗯，行政院的一个平台，它针对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有好多层面要顾及到，哦，不只是卫生安全、价格稳定，所以行政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价格稳定的这个小组啊，稽查小组，是，它都会要定期的报告到这个食安汇报。我们从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他1月上来，2月开始这个是执政，然后呢3月开始进口蛋，这完完全全是陈建仁在食安汇报里面做的决策。现在啊，我觉得陈吉仲，我觉得不理他了，那个人哦，不值得再去讲。他回到学校教书了，他应该要负他的政治责任跟法律责任。是哦，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追究。为什么那一家公司50万可以进5亿，绝对不合常理。但是呢，现在就这个事情，我觉得陈建仁你买照，对不对？时间点完全是你做的决策，然后呢，你应该监督，你也没有真的在监督。3月到7月1.4亿颗蛋，中间农委会哦，那畜产公司他们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当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呢，我看也吵了多久了？起码1个月了，对不对？你食安汇报做什么事情？哦，那他居然今天很厚脸皮的说，我们花了6亿元，达到了60亿的效益，对，对不对？怎么算的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因为他说进口之后可以平稳国内的这个蛋价等等之类，他都在，各位他紧张了啦，他知道他逃不了这个责任，他做的决策他没有监督。然后呢，事情出了之后，他没有面对解决，最后让一个哭兮兮的这个农业部长下台，然后呢，他在标榜说我的效益达到了60亿，我觉得这里面的喵蜜一定要把它抓出来，不是已经陈吉仲的事情，这一定更高层次，谁决策，谁应该监督，谁应该要面对处理，谁应该现在要真正的负起政治责任，还有法律责任。是，我觉得陈建仁，你真的是在能力上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而且我还要问，食安汇报你主持几次？如果不是院长主持，那就是副院长。听说这位副院长蛮有影响力的，哦，这位被台大撤销学位还能够升官的副院长，全世界华蓝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情况，他有没有在这里面有什么角色？我觉得他应该都要了解清楚。现在陈建仁、郑文灿，你们要出来供，没有错。只有陈吉仲一个人，断点就到这儿了吗？该负的政治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其实都别想逃啊！来，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哦？包括我们看到对岸的有一些部件，而邱国正部长今天这一句话，他说最近敌情蛮异常的，又是怎么回事？国防部经常告诉我们的，都叫做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尽在掌握，飞弹追歼。但是真正帮大家追歼的是新闻大白话里面的小舰长。为什么这么说嘞？可能啊，有很多的观众说，小舰长，你那用过的图不要拿出来。我是要证明我以前就用过。有明老师这样不好意思，助理小姐。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9月17号的时候。国防部发的这一个那个新闻稿里面，他就提到了远火。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到远火？远火到底是什么？叫做远程火箭弹。那远程火箭弹现在那个解放军列装的嘞，就是这种 PHL-03 跟 PHL-191。PHL-03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70公里到130公里，基本上来讲要横跨。台湾海峡有一点难啊。那但是 PHL-191第一次出现是在2019年的大陆的国庆啊。那它的实际上射程啊，如果小舰长采用那个国际那个所估计的最低标准500公里，5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大陆的沿海任何一点啊，
发射的话，台湾没有一点，台湾的每一点都是弹着区啊。那为什么会有远火这件事？其实我们看每一天的这个台湾周边的这个海空域的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因为还记得吗？大家常常在讲，彩虹四那个无人机飞到台湾来，奇怪了，你有 BZK005， 你也有 TB001， 你为什么还飞一个彩虹4号的这无人机？事实上来讲，最近的一个航展啊，彩虹4号它的已经公布成它有正式的解放军型号 KVD002， 也就是说，它其实 KVD 的这个型号就是提供远火的目标获得。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色的框框看到，它有一个SAR， 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这种合成孔径雷达，它就可以看到地面目标。不是什么雷达都可以看得到地面目标的。那前一代是什么？前一代是当然就是啦 ，KVD001 在哪？黄色框框里面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老师谢谢。我们这样讲啊，其实从这个飞机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至于说解放军是不是现在开始招募这一个理工的硕士生呢？其实不止这样啊，我们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啊？这是2019年的新闻，他在讲说，他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在清华大学招募这个飞行班的一个学员。这个到底重要性在哪里？因为他特别要求的是理工科系的，也就是你在学校读的流体力学，你在学校读的空气动力学，对不起，你到了加入了这个飞行的行列之后，你对于为什么这样操纵，就不是我教你1就是1，2就是2，你可以理论跟实际结合，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的标准比人家放得宽啊，人家的规定是对解放军的标准是165到185公分，我们是天龙跟地虎160公分到190公分啊，190公分塞进我们的这种战机其实是很挤的。那我们规定裸视0.6，他们规定是裸视0.8，所以代表我们的飞官更难招募。那面对现在台海的这种剧烈情势，我们实在要想新方法。是没有错，要想出新方法。